今天是2025年9月27号星期六。这两天的新闻看起来，全球范围内好像有一场新的货币战争的新冷战正在展开。请大家注意，我并不是想整个大新闻故意危言耸听，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了。大家好，我是老贺。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一边是美元的稳定币牢牢地统治全球市场，另一边欧洲和英国终于感受到了危机，开始按下加速键。这两天两条大新闻很吸引眼球，一条新闻是欧洲9大银行联手筹备欧元稳定币 Euro Stablecoin， 另一条新闻是英国6大银行同时启动英镑代币化存款试点，成为 Tokenized Sterling Deposit GBTD。 这是货币格局的关键一幕。我们未来将看到，在稳定币市场是继续美元一家独大，还是即将迎来多极化的金融新时代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当前全球稳定币市场的背景和现状。我们知道，所谓稳定币 stablecoin 就是由法定货币，例如美元或者欧元、日元或者其他资产锚定的数字货币，它的价值是相对稳定的。目前全球稳定币的总市值大概将近3000亿美元，其中美元稳定币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USDT 和 USDC 这两大巨头市场份额加起来超过 99%。 相比之下，欧元稳定币的总规模只有区6亿美元，几乎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这意味着在加密货币的支付、跨境结算、数字资产的交易当中，欧洲几乎完全受制于美元。欧洲央行 ECB 已经公开表示担忧，如果缺乏可信赖的欧元稳定币，欧洲的金融基础设施将越来越依赖美国的产品，从而削弱货币主权和金融独立性。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看到欧洲9大银行的联合行动。这两天，欧洲9家重量级银行宣布携手准备在2026年推出一款欧元稳定币。参与的银行不乏我们所熟悉的一些大银行的名单，例如 ING 荷兰国际集团、意大利 UniCredit 联合信贷等等9家重量级的银行。他们宣布将稳定币的发行机构总部设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其目标是打造一个受欧盟加密资产市场法规 MiCA 监管的稳定币。也就是说，欧洲9大银行终于联手要推出自己的合规稳定币了。MiCA 也就是加密资产市场法规，是欧盟在2023年通过的重要立法，被称为全球最系统化的加密资产监管框架。它对稳定币的发行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主要的条款包括：一、资本金要求，必须有足够的资本金防范风险；二、储备金要求，要用真实资产全额抵押；第三，风险与责任，出现兑付风险，发行方必须承担法律责任。这个法规听上去很安全，但是在市场上也广受诟病，因为对于中小企业和初创公司来说，它意味着高昂的合规门槛。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般的中小机构或者普通的加密货币交易所想来牵头在欧盟范围里面做一款有市场号召力的稳定币，几乎看起来不太可能。这种背景下，我们才看到9大银行携手行动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我们看到英国似乎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英国金融协会也就这两天宣布，将联合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劳埃德、国民西敏士、Nationwide、桑坦德6大银行启动英镑代币化存款 GBTD 的试点，时间将持续到2026年。英国的路线不是稳定币路线，而是另外一种思路，就是把商业银行的存款直接代币化，所以称之为英镑代币化存款。底层依托的是英国受监管的负债网络 RLN 项目。这样做的优势是监管边界清晰，银行体系内高度安全，可以直接提升支付效率，减少欺诈，改善金融流程。它的劣势是开放性不足，它更适合闭环应用，例如用来做房屋的再抵押贷款，做 P2P 的支付，数字资产的结算，而不是像稳定币那样自由流通。这么看来，我们已经很明显的看到，各国家在稳定币市场的竞争面前都采取了
必要的行动去推动自己在这个领域的进展。大家都在进行各自不同的探索，不同的国家可能会走出不同的方向，哪一种道路最终能够胜出，时间将告诉我们答案。针对 Mark 警告说，欧洲银行的动作是积极的信号，但是如果缺乏紧迫感和规模化，将很难撼动美元稳定币的地位，美元稳定币将继续凭借惯性统治全球市场。如果我们对比起来看，美国在2025年5月已经通过天才法案，给稳定币定下了明确的监管框架，摩拳擦掌， USDT、USDC 也乘势而上，发展得很快。而亚洲在新加坡和香港两地的金管局都已经明确监管政策，积极推动落地。在目前的这种背景下，谁抢占了先机，似乎谁就能设定标准，抢占资本流。欧洲也是正在这种背景下不甘落后，欧洲到底能不能抓住这个窗口期，这将是未来2年我们即将见证的最大悬念。那么对中小企业和金融科技公司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机会在于跨境支付将更快更便宜，贸易金融将更加透明，数字资产清算将更高效， FinTech 金融科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开发支付的 API、 托管钱包、风险控制工具等等，切入新的生态。所以对中小企业来讲，可以降低结算成本，提升支付便利。对金融科技公司来讲，这意味着新一轮的发展机会，值得介入。但是大家也面临着同样巨大的挑战，包括合规成本很高， MiCA 的资本金储备和审计的要求，普通的小公司是很难应付的。跨境的复杂性，各成员国对 MiCA 的解读可能不同，跨国业务面临监管的摩擦，这个是欧元区跟一般的主权国家的差异。第三，它有系统性风险，监管部门非常谨慎，欧洲央行一向是以谨慎著称的，他们担心稳定币会冲击货币政策。第四，技术上的治理问题，包括跨链桥、预言机、密钥管理等等，这些在区块链上的常见的技术问题，在稳定币的市场上都将可能发生。那么解读这个新闻以后，我们大概可以预见，在未来的1到2年里面可能会出现几种情景。第一种情景是并行推进，欧元在2026年合规稳定币正式推出，英国 GBTD 在受限的区域内扩展，逐步探索互操作的模式。第二，美元的霸权延续，欧洲进展慢，规模小，美元稳定币继续统治世界。第三，区域化突破，欧洲在 B2B 的支付、贸易金融、公共服务等场景率先规模化采用，逐步缩小差距。到底哪一种场景是我们未来所真实面对的场景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建议大家关注以下指标，包括欧元稳定币流通的市值、交易对的深度、跨境支付的笔数和规模，以及英镑代币化存款的真实交易额。总结一下，就是这2天的新闻，我们看到欧洲9大银行携手采取的行动，与英国代币化存款采取的行动几乎是同时发生，但是选择2条不同的道路。欧元稳定币采用的是开放生态跨境的场景，英镑代币化存款是在银行域合规的闭环状态下去对接区块链。看起来是2条不同的道路，当然我们也不能把它看成是非此即彼的，他们都是有益的探索，可以看成是一种互补关系。未来哪一种道路会胜出，会更稳健，发展得更快，我们要拭目以待。对企业来讲，如果你要在欧洲区域发展，最稳妥的方式是采用双战战略，同时兼容稳定币和存款代币，预留互操作性，以便将来进一步观察。如果你是一个中小企业或者是一个金融科技公司，应该抓住这个趋势，乘势而上，立即开展行动。例如选一个合规域场景进行试点，包括跨境的发票、再抵押结算等等。第二，建立合规的模块块，把 KYC、 反洗钱、隐私保护等等各种因素都嵌入在里面。第三，接入至少1个欧元稳定币和1个英镑代币化存款的项目，预留多轨的结算通道。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就知道，第一，稳定币领域的竞争正在白热化，越来越激烈，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货币新冷战的时代。
第二，未来的支付和清算体系正在被重新塑造，我们正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那么留下的悬念是，欧洲和英国能否在未来2到3年里抓住机会，打破美元99%的垄断？而各位作为企业投资人或者开发者，你们都准备好了吗？让我们随时关注新闻动态。今天就聊到这儿，谢谢大家。